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是洛尘。今天大家鉴赏一下大家催更已久的大头儿子电影版之秘密计划，这也是 B 站上唯一买下的大头儿子系列剧场版，总计播放量207万，5000多人留下了宝贵的评价，最终得分更是高达 2.5 分，真是让人不禁好奇，这部电影到底是烂得有多么惊天地泣鬼神，才能斩获 2.5 分的评价。于是我花了79分钟，终于把这部 B 站大会员专享、三观离谱、剧情稀碎的国漫神作给看完了。求求大家给个3连吧，治愈一下我受伤的心灵。那么还是老惯例，先来看这部电影的简介。繁华的都市一隅，居住着一户普通的3口之家。大头儿子天真浪漫、调皮可爱，希望像宇航员一样一飞冲天、昂扬宇宙。但他的梦想并不能被父母所理解。最终他暗暗定下目标，朝着梦想而努力，追求梦想的故事。虽然不知道导演眼中普通的3口之家到底是什么标准，但至少在我看来，上海内环拥有一座独栋别墅，这绝对称不上是普通家庭的。如果家中资产好几千万也能算是普通家庭的话，那我只能说编剧组真的是何不食肉糜了。只不过就单看简介的后半部分内容，讲述了大头儿子追梦的故事，就从这一部分来看，感觉电影还是非常正能量的哦。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画面一进来，便是我们可爱的大头儿子正在月球上进行精密的科研作业。只见他竟然一把摘掉了航天头盔，在月面上和兔子们开启了派对。别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剧情，问就是大头正在做美梦。原来在这部电影的设定中，大头儿子一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计划，他想通过刻苦的训练和不断的学习，成为一名伟大的航天员。只不过他这训练方式也挺特殊，在地面上游泳，在床上搞破坏，一阵闹头过后也是气喘吁吁地躺在床上，认为自己已经经过了艰苦的训练，离成为航天员又近了一步。那么既然这部电影叫秘密计划，除了大头儿子之外，咱们的小头爸爸也有属于他的秘密计划。他的计划便是瞒着小气的围裙妈妈，偷偷用私房钱准备给山区的孩子造一座牢固的桥梁。话说咱们的围裙妈妈虽然小气归小气，但大头儿子家也不是什么穷人家庭，如果是真的为了公益事业，我相信围裙肯定是不会拒绝的。然而小头爸爸却偏偏选择了隐瞒，为了让大头儿子不要暴露计划，还答应回来的时候给他买一辆航天飞机。我亲爱的小头爸爸，你也不希望偷偷藏私房钱的事情被围裙妈妈给发现吧？然而到了晚上，大头儿子就把保守秘密的事情给忘得一干二净，满脑子都是他的航天飞机。只见他一把把小头爸爸的包给抢了过来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得满地都是。除开活蹦乱跳的指音，甚至连小头爸爸积攒已久的私房钱也被一并抖了出来，被围裙妈妈一把没收。然而到了这种时候，咱们的大头儿子也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还搁着大声痛哭，埋怨着小头爸爸没有把承诺给他的航天飞机给买回来。这下可好，小头爸爸里外不是人，因为私藏私房钱被老婆骂，又因为没能信守承诺让儿子失望，还丢失了造桥的经费。但这可难不倒我们聪明机智的小头爸爸。只见我们的小头趁着月黑风高，带着大头儿子就准备偷走围裙妈妈的私房钱。好家伙，真行啊！动画版的大头儿子私闯民宅，恶意伤人；电影版的大头儿子无理取闹，月下偷钱，属实是把我看乐了。人们以前总说什么小偷爸爸和大偷儿子，这只是调侃，你们这下可好，还当真了，就不能好好沟通一下吗？非得到了事情败露之后，小头爸爸最终还是被迫说出了实情。当然最后作为造桥项目的发起者，围裙妈妈也是原谅了两人，答应了他们给山区孩子造桥的计划。哦，这真的是太正能量了。既然有了围裙妈妈的支持，山区的造桥计划终于能够顺利进行。但凑巧的是，小头夫妻俩在去山区的过程中恰好没有带上造桥的图纸，这可把大头儿子急坏了。
这天本来是他想看太空展的日子，但由于小头爸爸的疏忽大意，全部计划都泡汤。没办法，只见我们的大头儿子骑上了他的滑板车，带着图纸就赶往了山区。啊，这是什么核能滑板车？能追得上他爸妈开的小轿车？你就不会打个电话叫你爸妈回来一趟吗？属实是把我整不会了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，正当我们的大头儿子准备观看嫦娥10号发射的直播时，闲不下来的围裙妈妈又报名了什么一个最美家庭评选大赛，要求大家在家里一定要表现得礼仪端庄，成为一个模范家庭。我说围裙妈妈，你觉得你用屁股想一想，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两个活宝真的有可能成为最美家庭吗？给大家看一下小头爸爸平时带娃的时候究竟有多么离谱。刚才围裙妈妈，她说什么来着？除画布以外的其他地方都不准弄脏。怕什么？继续画，大不了被围裙妈妈骂一顿。围裙妈妈，这是我和小头爸爸特意为你布置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咱们的大头儿子说，房子越是脏乱差，就越能突出围裙妈妈超强的家务能力。一个字，绝。然而，就算大头儿子一家已经这么离谱了，最终他们仍然以评选前3名的优异成绩，成功进入了决赛。我就问问评委组的老师，你们的眼睛但凡有一只没瞎，也不会把大头儿子家评选上最美家庭的吧？然而，这部动画就是告诉我们，编剧的脑洞是没有底线的。就算大头儿子家已经烂到了这种程度，参加比赛的时候还放错了视频，把家中一团稀烂的场面完完全全的展示给了大家。但这都不重要，最终就是因为大头儿子的一番真情流露，让大头儿子一家最终获得了冠军。那么，大头儿子到底说了什么呢？原来他直言不讳，他痛恨着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虚伪的形式主义，让他的父母在这场比赛中完全放弃了曾经生活中的模样。痛，太痛了，这已经不是他心爱的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了。见到大头儿子的真情流露，台下的观众们也是颇为震惊，感慨于大头儿子的成熟懂事，纷纷送上了掌声。就在这次事件过后，围裙和小头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下定决心要实现儿子成为宇航员的梦想。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系列锻炼大头儿子的计划。这下可好了，有了父母的支持，大头儿子瞬间爆种，直接激发了浑身的潜能，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。从一个体能废人蜕变成为一个一口气跑几千米，引体向上硬拉20个大气都不喘一下的超级赛亚人，直接凭借着强硬的实力杀入了决赛，连续获得了2个项目的冠军，连航天员的亲儿子在选拔的过程中都比不上我们的大头儿子。只能说不愧是大头儿子，恐怖如斯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终于到了最后一个比赛的项目——勇气峡谷。这是一个采用了 3D 虚拟投影技术的比赛场地，只要是前3名通过这个比赛的选手，便能获得小小宇航员的资格。既然只要比这最后一场就能确定最终谁能成为宇航员的资格，那前面的比试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大头儿子费心费力的赢下了2场，到了这最后一场，你和大家说刚刚都是闹着玩的，只要比这最后一场就行了，你是不是搞笑啊？然而剧情更加离谱的还在后面。终于到了这个最关键的比赛项目，大头儿子突然发现他有强烈的恐高症。这个突然加入的设定在任何一部大头儿子中都没有丝毫提及，也就是在前面的剧情中表现了一个瞬间。前面挂引体向上的时候你都不害怕，到了这最关键的时候，这仅仅是 3D 技术而已，便已经吓得连腿都站不起来了。看着身边的选手一个个到达终点，我们的大头儿子万分不甘，他可不会在这里就此倒下。只见他一个猛扑，就掉到了场地外面，被取消了比赛的资格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这是原剧情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抽象，但它就是这么发生了。虽然比赛的结果已经注定，
我们的大头儿子岂会是甘愿放弃之人？但他的大腿两股战战，屁尿横流，实在是鼓不起勇气再踏出一步。到了这种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什么声音？是观众的鼓励，是大家的支持化成了光，鼓励大头儿子继续向前。让我们举起手臂，一起为大头儿子小朋友加油吧！终于，大头儿子在大家的鼓励之下，成为了倒数第一且唯一出局的选手。让我们为他所做出的努力而鼓掌。虽然这次失败了，但咱们的大头儿子也不会感到遗憾，毕竟他可是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我觉得这句话将会重新定义差一点的含义。你这不是差一点，是差一点啊！电影的结局也十分俗套，大头儿子的辛勤努力最终感动了宇航员叔叔，人家甚至亲自登门拜访，带着大头儿子成功体验了一天成为航天员的生活。哎呀，总算是看完了这部电影，我只能说 B 站观众们给出2.5分的评价还是保守了。这部《大头儿子之秘密计划》完全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，真不愧是我们大头的金字招牌，说它是烂片之王也不为过。那么最后我们把它的烂片等级放到 A 级的位置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见？如果大家想看什么烂片，记得评论或者私信我，看看未来的烂片能不能冲击这期烂片之王的位置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千万不要忘了一键3连，3连总和个5000，下周继续周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